敢偷贡品，还带刀，出来！姓名、籍贯、录音。降级呢？哪家将行担保？夜里携刀入庙，还倒在供案边，你自己说，这像什么？我没有录影，也没有降级，但我确实是匠人。哼，没录影，没降级，还敢说自己是匠人？先押回去问话，明日送将行。别动！那只手要断，再临半夜，明早砸到香客，谁也担不起。你胡说什么？外漆收住潮气，里头木胎发胀，重孔在云纹下，粉是新落的，受力点偏了。漆都没刮开，说的像亲眼看见。你凭什么断里头有柱？注粉细，炒粉黏，这里两样都有，敲一敲就知道。空了。那怎么办？明日初一，香客要来上香，若神像断了手，我怎么交代？庙相有旧当，不能让无极野将乱修。我能稳住，只修断裂处，不动原质。半炷香，只准稳住，不准乱改。若毁了神像，我告到将行。别借修补之名私改庙相。我改他做什么？他现在只缺一根骨。神像哪来的骨？这手怎么像活的？住口！俗不俗另说，这一道我做不出来。不劳只能撑过这场雨，要彻底修，得拆旧漆、排潮、杀虫，再重新补受力。谁修的？府城3日后有小雅集，有块旧匾，年久开裂。若你真会修，或许有人愿意听你说话。明日若还能从将行出来，再看你敢不敢去府城。别想跑，封存旧像旁动刀，明日将行也要问你。昨夜这手不是还裂着，今日怎像真能捏住纸花？这是匠人夜里救急修的，别往邪处扯。听说破庙夜里出了位奇将，无降级，无师承，敢碰庙宇神像。神像贵在庄严含蓄，你把手雕得像活人，市井肉相，哪有半分雅？庙宇活祭要有师承谱系，出事有行会担保。你是哪一门哪一派？保人是谁？此人昨夜确在封存遗物旁动刀，旧牌我已登记，今早要报县里。将行这边也该问清接活资格。周掌柜也来了，初一上香，顺路看看热闹。我做旧器买卖，见不得好东西被糟蹋。若真是手艺，不如当众修一件废物，大伙儿也好看看是刀工还是业余里的障眼法。也好，你既说木头有骨，就让大家开开眼。一块烂牌，换新都嫌废料。你若能修，便修给大家看。不过补得再巧，也入不得雅眼。苏师傅，此料能稳木色、耐水、防散。你若缺这味儿，
我今日可以赊你。能稳色，能压浮灰，也能让外层看着亮些。识货，但治不了内酥。现在急着上，只会外亮里烂，3日后碎得更干净。苏木先补骨，急上面料是糊脸。虫不是从面上几个孔进去的，沿年论走，里面已空了半指，只补面纹，3日内还裂。看刀可以，看香不行。新木硬，旧木软，硬顶软会把它撑裂，这节正好。还有筋，真能救一口气。木头有骨，顺着它补，能撑；逆着它糊，早晚再裂。东家说，明夜戌时，府城小雅集，旁听改问席，携焦点角入内，当众说明残字来历。明日辰时，将行受问，不到，镇上木料不卖，旧活新活都不许接。盯他眼里用什么料，尤其是那只小头款。苏沫，辰时受问，今日问明白，镇上木料卖不卖你？旧活新活许不许你接，都在这册子上。你无本地降级，无本县师承谱系，无人作保，无雅记入册，又动过神像废供牌、雅平司封存旧牌牵连之物。若修坏旧物，谁担？若修坏旧物，谁担？匠行若讲规矩，就按匠人的规矩问，验眼力，验刀，验修复逻辑。若我不成，不必你们封。我自己不买料，不接活。拿料。挑，哪块能用，哪块不能用。说错一句，今日到此为止。第一块，颜色新纹顺，但端面有重现，做小件外饰能避，入损，不能用。第二块边角裂，木筋还活，裂没穿主紧，能做非承重修补，反比第一块纹。这块最危险，表面油亮，是后上过油，端面黑线横结，年轮里停过水，敲声发闷，木筋已经死了，做摆件能糊弄，入梁入损，不出3月必裂。这料去年确实泡过水，晒过，抹过油，没入大料册。验木，水伤可变，能变木不代表能修木。昨夜那扁角能漏字，靠的是刀还是料？若无秘料，你敢不用自己的东西修？可以，胶用匠行的，蜡用匠行的，木也是你们的，我只出刀。为何不把缝全封满？补不是堵，修不是盖，力要回到木筋上，不是让胶替木头受命。刻得像人不是妖术，也不是俗。骨节错一分，手就失神；木筋错一线，料就废。匠人若连这个都不问，只问急策，那规矩问偏了。禁售暂缓3日，3日内只可购买废料、边角。
官爷让购买了旧卖，不得购入大料，不得接正式大活。明夜府城小雅集之后，凭回征在议。3日够了，别答得太早。小雅集问的不只是刀。他们不是想拿走箱子，只是想确认里面到底有没有值得惦记的东西。东家说，今日江行这一场，府城已经听见风声了，旁听改问席。你昨夜到底用了什么护食疗？将行若问手艺，我可当众言；若问祖传方子，那便不是受问，是夺方。降级问人，刀痕问目。今日若只问前者，不问后者，恐怕失了将行二字。老头子看了一辈子废料，方才那块水上木他没说错。若只是边角废料旧木，卖他3日，坏不了大料规矩。将行受问，验木无误，眼刀可验，旧牌一事另报，不入今日裁断。禁售暂缓3日，3日内只可购买废料、边角料、旧木。明夜府城小雅集之后，凭回之在议。明夜问的不只是刀。这么多木头，你偏挑这块半死的？死木不会回生，它还有筋。方才也有人问过，问外乡匠人会挑什么木，问你是不是还背着那个工具箱。明夜他们问我何为雅，那就让一个被雨淋过、被火燎过、被人抱在怀里的旧子，被人抱在怀里的旧子，先答。不是偷刀，是找棍。苏将携残饼而来，既入问席，便请说明。焦木残字雅在何处？残扁焦木，本是灾后余料，若无古制题鼻，无名家旧印，何以登雅席？再说传承，你无谱系，无师承，无匠技，刀法从何而来？无源之水，也敢称雅？我不与云纹争正统，我只请诸位先看这块木从何处来。火从这里起，往左上卷，若扁平放，火痕该初开，这道焦边却往上舔，说明它被烧时还挂在高处，先受凉火，水伤集中在背面和下沿，不是丢进河里泡的，是灭火后压在湿泥或墙角。损孔偏窄，
孔壁旧摹，不是大户祠堂后匾之势，更像旧书铺、易学、小堂前门匾。这笔不像词，也不像符，像读，也像意。再看木面2次修补刀痕，它曾被人补过，不是一次招牌。有人舍不得丢，修好后又挂回去。府城西边10几年前烧过一处小义穴，门匾也是书写篆刻。那年雨大，火没烧尽，木头泡了半夜。诸位说它是残木，可若它曾挂在孩童每日进出的门上，若火起时有人先去拽它，它还只是残木吗？问席能答，便不该困在廊边。苏沫，带你的残匾与小雕到正西前来。云纹护经是让人敬字，你这小铜护匾，筋骨指节泥痕皆满，意境贵在朦胧，太实则进，进则无余味。可否一灯？宜。再往右。它不是捧。再低些。若衙只剩规矩，而容不下户字的人，那旧学好筑的只是牌，不是学。有户字之心，也有商木成景之巧。只是此路进人间，离旧阁尚远。此问可记。苏将，此期可量产否？若此光可获中，便不只是雅评之事，护目而已。至于诸位看见什么，是灯月，也是旧痕。箱里没有，那罐东西必在他身上。散场后，人不动，香先动。诸位慎言，若以光获目，便非正品。护目而已，防水、防裂、固色。诸位若只看光，便是把这孩子又丢进鱼里一次。苏将倒会藏住，刀亦可观，一光须明。雅在含蓄，不在逼真。刀若真高，何须光替他说话？你做什么？看目。此牌入册多年，轮得到你？入册不等于目不受潮。这牌子雅不雅，我不评，但他若再挂3年，背缝会先裂。你凭一眼就敢断？诸位可看，背角确有起线。银边封得太紧，外面看稳，里头潮气出不来。背缝有限，名声挡不住水汽。既然争在一光，便先验无光。劳烦放下半幅竹帘，再移开这盏侧灯。无光之后，诸位再看。现在光弱了，它还剩什么？还剩一个孩子护着一块快被世人忘了的字。
方才光亮时，我看裂缝，此刻暗了，倒先看见他的背。刀意在光前，一光令问。此句可记。既入问路，便该验明其刀是否真能离光成作。3日后，将行斗将，不借一光，只凭刀。苏将若真凭刀立身，可敢？可以。刀若不成，光也救不了。3日后，我用刀打你。他们开过了。箱里没有，那罐东西必在他身上。明日入司备问，别当闲谈。雅平司的册子，今日一句，来日便能成凭据。你说刀法，他们日后验刀；你说材料，他们日后追料。方子不能说，命门不能说。那什么能说？用途能说，理路能说，木性、刀工、旧物修补先后都能说。苏氏手艺能验，命门不能卖。明日辰时，别迟。无极外将苏沫明日辰时携作品入司备问。3日后不借光，你可还敢雕？苏沫，苏沫何籍？外来，无本地将籍。师承，家中旧将手艺，另有自学，不敢攀名门。无将籍，无担保。昨夜又以护木曾引争议，按例未入册匠人不得直接承接雅剑高品，你可知？知道，但木性、刀工、修补之法可以当场验。护木曾明目。昨夜你报护木漆固色油旧木修补灰，今日再问，材料来路可明？来路明，但不入细册。此法用于防潮、防腐、封裂、固色，验效即可。好一个不论方子！若人人都说不论方子，雅平司如何辨旁门与正义？苏沫以异色护层夺人眼目，借光压刀，扰乱雅平。若不当场辨明，3日后斗将也无从力提。异色。若无那层光，此作不过市井铜像。雅平看刀意，不看其色。光不能替木立骨，刀若不成，涂10层也只是亮木头。你承认护木层能夺木？护木是护木，夺木是人心自己偏。旧木先烂，刀意留给谁看？护木不是夺雅，是保养。口舌不定技艺。验木，验刀，借一块废木。我可以教人看文顺文补裂，也可以当众验刀。苏氏护木秘方用于保木、防潮、防腐、固色，效果可验。配方、比例、火候、封护步骤，不入问路。辨识有刀工骨架，护木曾另记为旧木封护之法，细方不问。文书大人，刀在光前这句可记。苏将好手艺，无极无宝，走到哪儿都难。不若挂靠我家漆料行，材料、担保、订单，我都能替你铺平。我接修补，接木雕，接旧匾旧书斋之见，秘法不授，也不挂靠。今日问路，是辨技艺与名目，不是逼人交方。够了。苏沫，无将级无担保，按例不能直接以入册名将成高价雅剑，但刀工级可验，旧木修补理路也可验。雅平司可给一件试评。城南旧书院祖匾，30年前水灾后迁存，半边重铸，一角水烂，题字残痕尚在，不得重写覆盖。云文派曾判废，书院旧人不愿弃。3日内给出修复方案或出样，不得以其色夺目，
先验木身稳定，残字保存，刀工补饰。若成，可转正式委托；若败，不入册，不成雅鉴。3日后既要斗将，又要修扁，还不借一光。苏将，可别说规矩欺你。规矩若只淹手艺，我接。掌柜猜的没错，他果然要找星沙。苏将，可是在寻星沙？掌柜猜的没错，旧木修补，重空水烂，寻常灰料吃不住。苏将总要问一味细料。周记不卖散客，也不卖无降级者。不过苏将若愿意说稳木细料的路数，周记可破例匀一小包。这纱看着亮，入胶后却浮，不沉纤维，只挂表皮。拿去文府木，3日内表平，3日后辟骨。料不干净，画自然意。没有借，苏将3日内未必寻得到第2份星沙。旧木稳身，用料不止一种，但坏料只有一种用处。什么用处？害人背锅。表皮封不住，重蹈太深，暗裂吃不住力，要先纹里层，再糊残字，最后补边角。这里被人护过，原笔到此该收锋。这道刀不是写字，是削去旁边烂边，替残字留骨。下刀的人手急，刀口有抖，但他知道不能碰墨。旧书院组贬入了世平，我书房旧柜里还留着几册院刊和一张旧榻，若合规矩，可供查证。有些人守的不是字，是名字。那就不能修得太新，太新反倒像把人擦掉了。外干内潮，拿来给祖表背衬，3日后必骨裂。有人拿极细的纱在刃口侧面蹭过。明日不能只是开工，得先立规矩。你审木头，比官府审案还细。官府审人要证词，我审木头，只看他有没有被逼着撒谎。旧书院那位老人最怕别人提那场水，你今日动贬，别只看字，也看人。他怕我看见，也许怕你看不见。苏将来的倒早，怎么昨夜抱着小罐想了一宿？3日间，祖贬又是旧书院门面，苏将若真要护贬，没星沙怕撑不住。掌柜说了，周记愿补这一包好沙，不计小利。雅平司世平鉴料总要入册，苏将胸前那只小罐若也是护木秘料，不妨一并记个来源。哼，昨日废木边角能取巧，祖编可不是藏一罐秘料就糊得过去的。既然要入贬，先按例验料。苏将这是不信周记。修贬先验料，能不能入贬，让木性说，不让嘴说。按例，世平鉴开工前可做修前验料记录，谁献料、谁领料、谁拒用，皆可入册。所以不说罪，只请代核来源，不让入贬。
某日为某时，苏沫请宴谶目，其一清，其二端朝，暂封，不入族贬，待和。谶目有谶目的事，星沙总不同。量而服，入油起泡，遇潮返灰。3日内，面上好看；3日后旧木未稳，鼓的就是扁面。周记所献星沙，苏沫拒入贬，理由料性未稳，待令和。苏将谨慎是好事，只是3日事平，谨慎救不了所有猎，不谨慎，猎得更快。面上字能看就好，背后那些旧伤不必管。亚平誓死修复族贬，浅的痕字是还连依着半个关节。别动那里！这不是裂纹，那不是匾上该有的东西，他们3个不该被写上去。可有人当年拼了命把它护下来了。旧书院清明之物，背后旧痕若非原制，能不能留？不是你一句不是裂纹便能定。背后旧痕若入修复记录，需说明缘由；若说明不清，便是善留。背后旧痕不必留，休消面便是。今日先不写明，只留位置，不该写进一名簿。若按裂纹处理，青木一压，3道短刻会被背衬吃死，立线也会错。压死便压死，旧伤不留，扁面能稳就行。正面能稳3日，背后若错，3月后还是裂，裂了再补。我可以不问旧事，但不能把它当裂纹修掉。旧书院清明之物，正面残字关乎院规，背后旧痕若非原制，能不能留？不是你一句不是裂纹便能定。背后旧痕若入修复记录，需说明缘由；若说明不清，便是善留。自然裂纹不会在年轮间停得这么规整，3道短刻的末端都有极轻的钝口，像3次没写完的落笔。旧刀护痕绕在外侧，刀势急却必得准。不是新刻，也未必该留，所以我不能补明，也不能抹痕。老人家未必怕问罪，他怕的是有人把那3个人修得太明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当年水冲进门楼，梁木塌了半边，匾还挂着，砸下来，下面的人一个都跑不了。他们3个顶着，顶了半夜。可他们偏偏不是该写进义名册的人。老人家受不住，各位别逼。你要借背衬把他拖出来，拖的是力，也是义。力稳，义才不乱。这不是补木，是补了一口气。不是他们不该跪。今日先不写明，只留位置。这不是怨，是记得。匠人修旧物，不是替人编新故事，也不是替人抹旧痕。旧物与故人，若都被诚实记住，才配成雅。背衬成，残字稳，旧痕留位，扁身不虚。盛宴可备了。开门，尹光，准备盛宴。这种安排太巧，暗处那人不是要回贬，
是要让我的护木秘料在所有人面前先开口。苏将，既已修成，何必在这？众人都在，难道还怕看？不是怕看，是有人不想让他被好好看。成印还没开始，屋里的东西先替人动了手。文书在此，不如现场。东窗成印，光要平入表面，照木胎虚实，不是低压暗边。这个角度看不清旧漆层，只会把边口逼亮。城市廊下挂尸帘，方才有人说外头沉重，挡一挡。党臣用干帘，尸帘压潮，旧匾边缘先收，烈香不贴长案走，烟灰沾布，在遇潮落到木面上会遮裂，也会逼表层反应。香炉谁挪的？小的没瞧准。这布不是我方才搭的那块，原布边角有一道墨痕，我亲手叠的。这块没有。确定？这块布纹发白，吸潮太快。方才那块边口粗些，不会这么软塌。你若要验，我不必；要借尸灵、烈烟、邪火、粉布必验，我不从。请按规重设，撤尸灵，移香炉到侧岸，灯架升回压布边，东窗木撑换第二格，平照匾面，照布换干净旧布，由文书亲验。撤尸帘，还要我写你抗令？可接。木胎不虚。一个姓梁，一个叫阿庆，还有一个我记不得全名了。他们没上簿，后来一名簿写满了，谁都说先写有名有姓的。可这匾还记得，他记得他们肩膀在哪儿。雅不是遮住伤，是让该记得的人有位置。足匾修复，背震成，残字稳，旧痕留位，木胎不虚，可入旧书院修复案册，呈上和合。若此匾可成复合，正堂那块义明碑，或许也该请苏将看一眼。匾上逼不出，那就别盯匾了，查来历，查他有没有降级，也查那只小桃园的料从哪儿来。没人看见，都盯着主帖，案角那点碎屑也收了，混了木粉，不显眼。送去城南七方老张眼那里。若查不出呢？查不出也有查不出的用处，越说不准，越能说来历不明。府城世平重清白，密钥二字传进去，刀再好也要先被移3分。将行听闻旧书院祖编呈验，特遣我来递个口信。苏将手艺如何？今日众人看见了，但义明碑不是私家案头物，无降级，无担报，不可碰。外来匠人需登记来历，成名师承，据列所用工具，所施护木料名目。若接书院公务，须由本地匠行担保；若设旧木封户，须依行中例交料备案。依行中例交料备案几个字写得太靠里了，不仔细看还以为只是验木。修复逻辑可讲，刀路可验，背衬可拆看，成品可复演。护木封层乃苏氏家传，不入公册。苏将，这是书院公务，所以更该验成品。若我修坏，照价担责，按册记名。可若要祖传方，恕不入册。文书即记非云文阁，那便说明此法未入正统。入册可入册，中平未下之前，义明碑这等工艺旧物，怕不宜交给外来匠人。取块飞木来。这条云纹好看，
可他不能告诉你木头哪里受过力。也可以是梁头、门柱、石角，旧物留下的痕，要先问他从哪儿受力，不是先问他好不好看。所以祖贬那3道短刻不能消，是因为他们不是脏处。不是所有旧痕都该留，铸烂的要剔，虚浮的要固，后人乱添的要变。可那3道短刻压在旧木受力处，背衬若压住，外面看着平，里面会重新虚。那半个字呢？补全不更像原样？补的是字，毁的是正。这块匾记得有人用肩膀顶过它，你把缺口补圆满，后人只看见匾心，看不见人曾经站在那儿。云文可写天上意，旧痕也记人间间。二者都可养，不能只许一种养。旧书院祖匾案，府城复核集帖。旧书院祖匾修复案，列府城视频旁听。苏将墨写修复记验目说明，于3日后赴府城雅平司候评。机会来了，审你的秤也来了。不是寻常器，能查出来吗？拆不出方子也无妨，能让府城先移它就够了。不是桐油，不是熟漆，也不是寻常防烧灰。能拆出方子吗？一撮残屑，拆不出方子。你当方子是写在灰上的？拆不出也无妨，能不能让府城先移它？方子拆不出，可一具非大庸长料，足够让评官多看他3眼。多看3眼就够了。视频场上刀蔓一息，名声便先折半。别写满，写老长眼看过，非桐油，非熟漆，非寻常防烧灰，后头填4个字：一摄秘药。我没说秘药，您说的是料，我们送的是仪。城南七坊的人到了，周记伙计在后排，青布告也在，还有一个坐在评官侧后不说话。最快的好房，坐得稳的才难放。他们等你解释护木料，你若开口讲料，今日的刀就被他们牵住了。那就不解释，先看刀，再看料。今日复演，诸将皆用雅平司同批素木，不得自带护木料、润色料、封釉料入场。今日不用，封存。登记于场外，不入室位。题为雨中活物。雨先压骨，再施皮毛。形重气浊。他背上像真被雨打着。求教见。苏沫暂缓落刀。有人呈报，你此前修匾所用护木残屑，经城南七坊长眼验看，非桐油，非熟漆，非寻常防潮灰，遇水气不散，宜设秘药或平。若平民靠药，那刀再快也不过遮掩。补签加题：雨中活物，须见归意。苏将，雨还能借骨，龟又要借什么？你那药罐子封在外头，怕帮不上忙。龟不在药里，让他自己走回来。
既不用外料，就该验得更明白。前有密钥疑云，后有补签加题，若仍只借东窗雨光看一面，传出去，雅平司难免被人说偏护。验疑可以，乱评不可。洛莲移灯换官位，按规程来。光一换，散了。半成品本就险，雨中之物若无水光，终究少一口气。既然光偏了，就让它照到该照的地方。我家那条老黄，雨天也这么等门。他没雕人，那是什么？他把他等的人刻出来了。不在相权，而在权任故人；不在客语，而在久别归门。写得太实，终究尽俗。意境不是遮住看不清，而是看得越清，心里越疼。且慢！主考大人，作品可议，规程不可废。苏墨来历未明，降级未露，谱系无凭，前有密料不登，今有肃穆奇巧。若此刀落下，雅平司便是替无极密料开门。雅平司收试作，先验作品，再核名籍。你今日当堂叫停，可知后果？若此人名籍清白，属下愿领责；若不清白，今日这最后一刀落下，便是雅平司替无极密料开门。你是在质疑作品，还是质疑雅平司的入评规程？正因维护雅平司，才不能让无极之人借奇迹破门。苏墨来历未明，降级未露，谱系无凭。你是在质疑作品，还是质疑雅平司的入评规程？正因维护雅平司，才不能让无极之人借奇迹破门。府城试作旧礼，先录作品，再补基点。未成之作，不入议案。凡入府城试作，主考准刀后，试作未终，不得以成品之外疑点中夺。名籍、料籍、谱系有疑者，完作后另册核证。旧例不能压正规。念。凡入府城试作，主考准刀后试作未终，不得以成品之外疑点中夺。名籍、料籍、谱系有疑者，完作后另册核认。旁路文吏无权重夺试评。刀可落，但完作之后，你需留堂受问。名籍、降级、谱系、封户之法另册核验。作品归作品，问核归问核，苏某受问，但刀先落。方才他只是望门，现在他认出人了。眼窝接光，
眉骨藏神，语在刀痕里。苏沫，肃穆复演通过，暂列一格试作，名籍待核，作品入册，封存后复看。苏沫3日内赴雅平司后堂说明来历、降级、师承牟系，护木封料来源与用途亦须接受核验。另内堂批注，此一格试作呈送上官复看，苏沫需后传问话。核验归核验，今日之评不得抹去。苏沫若欲使一格试作正式入档，二选其一：一、说明护木封料来源，接受登记核验，须列来处、经手、用量、用途，后堂可取量封存；二、限定时辰内，于众将与评官面前完成一件无料素木作，不得上色，不得封料，不得借旧作不足，刀法、结构、立意当场可验。若不能正，一格2字暂缓入档。苏将有胆量是好事，只是没有润泽护色，素木终归显拙。若我选第2条，3日之后4时正，迟1刻视作弃验。苏兄，无机无宝，走到哪儿都难，不若挂靠我家漆料行，材料、担保、订单，我都能替你铺平。席上都有谁？该来的都来，不该来的我也不会请。这话比契书还滑。做生意若句句钉死，早赔光了。代为担保也好，挂坊登记也罢，真进了弃纸，作品署名、材料归属、后续委托，都可能被人攥住。苏氏护木法只护自家作品，不外售，不挂他坊之名。苏将少年气盛，等后堂真问下来，怕就没今日这般从容了。陆掌柜若真替人解围，便不会在正堂门口谈代记账册。雅平司的印还没落完，你家的算盘倒先拨响了。主考大人，既然诸位疑我以密料获木，那我便不用密料。我愿在雅平司所定之处开一场匠人讲修，只讲刀法、结构、观察、旧物痕迹入雕、木料收理修复，另讲基础防潮防虫常识，不讲护木秘法。你是说救犬之神不靠封料，亦可拆开讲给众将听？能拆的便讲。犬眼为何落在门内？门槛水痕为何要断？绳环旧印为何不能刻满？这些都能讲。苏将既愿验迹，不如验得彻底些。不用密料，不许上色，不借旧犬余威。另取一幕，限时乘坐将潼关，题目现场抽取，最公允。赵执事3日后也来。苏将，犬眼落在门里，这个也能教？能，先定他怕什么，再定他盼什么。眼不看物，看念头。后堂令已传，3日内苏沫不得私取旧犬，不得改刻，不得以此对外承揽。3日够吗？够不够，都得上案。你真不教样。刀可以给人看，手不能交出去。密料不明，则以肃穆自证。旧犬试作仍封存于司中木匣，今日只验新作，不许借旧作崩补，不许用旧作名声抵验。苏将今日总不能再借那层护木神光了。旧犬归旧犬，今日只验刀。今日雅平司验的是刀，不是传闻。看目，看题，看他怎么下第一刀。题为归州魏博。
这样的木头最能看出根笔，若无密料遮丑，半点假都藏不住。够了。其实，他怎么往裂上刻？裂处走刀，稍重便崩。裂不一定是裂痕，也成了归州必经的水路。神不在料理。正面宴。那道裂竟真成了雨。司中木料，当场抽题，未用封料，未上色，未借旧作。刀法、结构、题意皆可验，一格不等于不合格。3日肃穆自证，通过。裂不一定是裂痕，也成了归州必经的水路。神不在料理。正面宴。那道裂竟真成了雨。司中木料，当场抽题，未用封料，未上色，未借旧作。刀法、结构、题意皆可验，一格不等于不合格。3日肃穆自证，通过。何验归何验，今日之评不得抹去。但认这一评，不等于认苏氏压过云文派。3日后，复合堂若开，我会再递一座，同题旧物补命。作品可入当，人也要查。苏氏本籍何处？祖上远游，避乱迁徙，迭闻俗师。苏氏木挑只在家中传授，不在府城方行挂名。师承何人？苏氏家传，谱系。残卷在手，谱牒不全。无籍无谱无师承，如何证明不是凭空协议？可验刀，可验作，可验手。协议二字，不该替代规程。旧犬试作边缘残痕与先前细柱漆痕相合，苏匠可否说明所用护木封料出自何处？苏氏有护木封料之法。何料？护木之法，先看木性，再定封护。旧犬年久，木气散，封护只为固纹，不为添色。问的是何料？我答的是规程。苏匠
来历不明之料，若不录清，后面复核过不了。这是1年前封过的榆木鹿片，可刮、可浸、可火烤。若与旧泉所用风料不合，我任一项。我可留下样目3枚，任雅平司笔验。可写苏氏护木风料，非市买贡料，非七行矿行所出。你这是跟雅平司讲条件？匠人家传手艺，向来只验成效，不夺秘方。雅平司若改了规矩，也该贴榜明示。是这个理。要是补名籍补成夺方子，往后谁还敢来雅平司地座？你留下样目，指路大象。是。若复核官追问细法，我当面演示封户前后变化，但不是配置。若仍不过，那便按规程驳回作品，别拿人来压料。记：苏氏护木风料，留样3枚，待复核笔验。细法暂不入大。我看过在前。改成秘法留存，意思一样？不一样。改。苏沫，补录之后，你就不是来去无名的散将了。有人能借当护你，也有人能借当查你，总比没名没姓被人一句协议带走强。文书怎么写的？刘残7日补见证人。见证人找得到，铺号也能借，居所。旧犬原主，有人来认了。旧犬暂封雅平司，认主之事另行3方核验。原主现平者雅平司，3方未齐之前，不许私议，不许代离。靠窗那个不是赵云怀的人，依文界云文派的名，鞋底是南市矿铺常用厚马底。他坐在那里，不是看刀，是看你碰什么料。苏兄，今日不谈旧犬原主，不谈极寒，只谈补录。苏师傅，看看这粉能不能代熬护木底层？这罐东西不能做底，粉没筛净，旧漆潮过，灰墨吃水。入木头3日看着亮，7日边角发白，1个月起皮。苏师傅认得这个吗？有人说苏氏护木法里用的是寒星砂。不是寒星砂，颗粒过燥，色浮不沉，有理不容，封在木上只会反灰。料是一头，名籍是另一头。你现在无铺号，我可替你挂靠。圣木行公木电金金单见证，材料归属圣木行，乘坐署名须列公料铺号。护木封料若用于圣木行木料，圣木行有验看权。陆掌柜，这叫帮忙。验看权，看什么？自然不是偷你秘方。你每批封料成前，我们派人看一眼，记个册。看颜色，闻气味，记火候，记先后。再问一句，为何这么配？这不是挂铺，是把脖子伸进你柜台抽屉里。既然诸位都想看，不如请苏兄当场试一手。不用苏氏秘料，就用桌上这些寻常东西。这是料。还真不是料。寻常漆粉，寻常矿粉，能做到这一步，靠的是刀口、沟槽、敷度、纹理、流气。你们问料可以，问到配比、火候、风法就越线。
苏兄今日教了陆某一课，料贵不如手贵。陆掌柜记错了，料也贵，所以别拿假沙来试我。那块布，他们会拿走。让他们拿。真正擦过蜜蜂的东西，昨夜便不在家里了。城中将级无苏沫，往前3代护敌也不能对上的苏氏将户，大庸积积痕迹，查不到。3日后复合堂外，人最多，到时当众核问。被掳、被欺、被杀，明日前我要一批能见光的货。若不买货的人只看亮不亮，稳不稳是后头的事。讲刀，讲木，讲修，不问蜜蜂。苏师傅，这个能不能讲？补了2回，一下雨就裂。你旧法怎么补？横补1道，胡椒磨平，再上色遮住。你补的是裂口，不是木头。裂口是病象，木性才是病根。第一步看纹，别急着补，先找他自己想往哪儿走。还真有裂。第3步，顺他的力，斜着进，尾部收薄，你横着塞，木一掌，自己把自己顶裂，仿佛水流绕过山石，暗裂融入木纹，不再突兀。这裂缝反倒像水纹了。坏处不一定要藏，放对地方就是纹理。有请。云纹门下何时准你听这种野路子？师兄，我只是看他如何顺裂成纹。哼，写实尽俗，俗法看多了，眼力就脏了。师叔，百工可学，师门不可乱。苏沫，你若当街讲相，引我派弟子改刀，那便不能不管。我问的是裂往哪里走，不是云该刻成斜心，而在刀尖轻巧即是耸指裂，留出新除裂耸几瓣。木头还没看明白，先想盖无恙，救的是脸面，不是木。一块废木上的巧思，压不过一派传承。周青，回去。苏大夫，横筋如裂，真还有救吗？木未朽透，便有救。人也一样，先看清裂往哪里走。苏沫，你既开战受益，师承何处？可有谱牒、铺籍、护牒？护牒、铺籍，眼下我确实拿不出，但匠人传承只看一指见贵，还是也看刀下脉络。我不知道什么苏不苏氏，这块木头刚才怎么裂怎么补，大家都看见了。作品归作品，人归人，谱牒、铺籍、护牒，缺一项便记一项。3日后复合堂外，雅平司会当众再问。我等。那块布已经出了人群，让他去该去的地方。今日堂外复演，问3事：讲习边界，师承名分，蜜蜂是否获中？大庸将行传承有序，若人人当街讲刀法，引弟子离心，师门何存？苏沫借市井讲习巨人，先绕云纹弟子，再以蜜蜂获中。先看他们学了什么，再定我传了什么。准。这里不是竖着裂，是横筋顶进去。先从这边卸力，口子留小，不能太深。先生只教我看裂往哪儿走，没教我哪门哪派的云纹。这不是哪家秘法，是木头本来就该这么看。即所视为木性
比例、泄力、止裂、基础修复，暂不设密封，亦不见云纹内传。诸位只看它木上生光，可曾想过，光下的木头还稳不稳？市面上已有按苏墨流光方向释出的货，反潮、起白、发黏、发黑。不用我的料，也不用我的罐，就验它成的木。矿粉符没吃进木里。白了，水变白了。反潮漆粉未净，油性压不住水汽，开始发软起泡。这批料护的不是木，是你的吉心。若非照着你的流光方向，怎会显光？货源还在你。看见灰就以为是星，闻到油就以为是方。陆掌柜，你这秘法学的是一块擦布吧？实验官，这一页登记当日我留了，名字甲，铺号缺，拿布内人袖口有铜绿痕，离开时往临水酒楼方向去。另有2名证人签名。陆氏成料不成立，私事残部，混淆源流，扰乱验场，列副案核查。密料之事暂且另计，师承之乱却在眼前。我派弟子因他言论动摇，已是实证。若云纹派弟子再来听讲，你如何处置？听木性，不改师承，学比例，不换门型。雕刻公开科3不传，不传密料，不夺师承，不收束身。苏墨今日所示，暂列公开基础，未见外传密料，未见夺师承实证。公开讲习边界，按其3不传入当。无护牒，无录引，无降级传承，亦无商木同行痕迹。大人，按刘毅匠人暂记，技艺非常，来路未明，疑似意欲降级，呈府城复核。苏墨在。府城雅平司核验官顾慎奉闻复核你之技艺来历，讲习边界。苏墨，名下无本地护牒，无入城录引，无降级谱牒，无商木同行记录，所示技艺体系与本地降级不合。府城雅平司据地方成卷，启动复核问询。此4项，你可认？我认眼下无策可查，但不认因此废我作品，夺我秘法。顾大人，我云纹派并非不许人学木性，可一个来历未明、无籍无保之人公开聚众授意，若日后误人、乱谱、夺师承，谁担责？苏墨若来历有策可查，尚能追其师门。如今护敌、陆毅降级皆无，密料来源更该验明。他在并案。查我来处是官府职责，我不躲。但我问一句，来处未明，是否等于昨日众目所见的旧柳木片未曾修过？是否等于雅平司公当可以当场演示？是否等于雅平司公当可以曾一夜作废？未有作伪实证，以验之当，不应身份疑点自行作废。第2，讲习确有入党，不传密料，不夺师承，不收束身。昨日谁在场听过？愿说便说。小人昨日听了半个时辰，只学会看裂口往哪儿走。师傅还是我师傅，苏先生没收钱，也没叫我磕头。第3，秘法。密料不明，如何验假？陆氏私事残部，假名登记，假亮板入场，尚在复案。一个源流未清的索密者，先要别人开方证明清白。若今日凭猜疑便能索密，明日任何将门有毒计者，只要被人塞一块假料，便都得交出家传。那查的不是假，是谁的柜子更容易被欺开。身份归身份，作品归作品，秘法归秘法。查来处我配合，验作品
请看档；索秘法，请拿实证。3件事若混作一件，今日查的就不是规矩，是谁拳头大。够了，3项不可混卷，但也不可不查。前次附件记录暂不撤，公开讲习有3规入档，暂不定夺实成。护目秘法无伤民诈财乱治实证，暂不强索。但你来历未明，记忆非常，府城不会视而不见。3日后，府城公开复核，官面指定题。他最初现身何处？城外破庙。雷雨夜后，庙主口供。明早不等3日复核，先查破庙，不要先传苏沫。官府要证据，我们就帮他们找到证据。雷雨夜是否有异响？有，那夜雷就在后殿顶上炸开，瓦震落几片。天亮后我进去看，梁上有焦痕。苏沫当时在何处？梁下靠宫岸边，人昏着，衣裳不像本地料子，袖口窄，扣子怪。老人家，那夜可闻到怪香，梁下有没有七彩粉？你二人何名？为何在此？莫不是苏沫最初就在此处施料？梁下徽中见疑似意料残留。这一笔先别落定。未传你，你为何来？听闻观察破庙，来历问询，我不必。现场若有人添东西，我也不能装作没看见。可否按参验顺序重看？先梁上，再梁下，再残片。雷火走纹纹，火燎走表皮，一个从墓里裂出来，一个贴在墓外熏上去。这处是真旧痕，内深外浅，裂口不齐，雨水后来浸过，炭灰沉在纹里。那夜庙顶漏雨，后殿潮气重，旧灰会浮会发沉，会粘砖缝。这样的灰，手一捻就飞，像昨夜才撒。梁裂朝东，若真由梁上落灰，灰应在东侧裂下。供案西角后靠墙，雨夜风从破窗灌进来，只会把青灰压向东，不会钻到这边角后。边缘新刮，粉末没进木孔，涂层浮在面上，没有水汽压过的案板。反潮起白，近火发粘。昨日录氏假亮板，雅平司已验过同类裂粉，改记。梁下灰渣干服，宜后置。黑亮残片与前复安裂粉特征相近，已有人伪作痕迹，待查。此物不像庙中旧琉璃，不定名，这些一物为名。大庸工坊可知此等薄名之物？小人未见。琉璃厚，水晶脆，镜片也无这般薄质。苏沫，此物何用？顾大人明鉴，若是寻常将具，为何昨夜不敢明言？苏沫，你说万物可验，那这透明冷屑与方形压痕，不得以妖异二字压人。今日先问用途。苏沫，此物何用？顾大人问用途，苏某便先验用途。请清水一盏，素木小片一块，小刀一柄，另取寻常琉璃片。诸位先看，刀痕而已。第3道有吗？这不是青片有神，水珠也可，薄冰也可，琉璃亦可。凡轻而能具形者，皆能帮眼睛看见原本看不清的细处。我这半截梁能是吗？姓名：城南木匠胡老三。是，书立记旁证。这裂，我昨夜摸了半天，只当是木毛。木毛可修，暗裂不可齐。
匠人若看不见，刀再稳也会错。记下，限尺定比，灯影验斜，可付。你量。偏了半指，怪不得我做大板总觉得莫为急。灯挪侧面。这是。连正邪厚薄都不问，雅从何处立？苏沫，照你所说，云纹古法皆是遮丑。云纹可以高雅，本可藏风骨，不该替风骨遮羞。若只磨旧谱，不观木性，不看骨架，不验比例，10尊像便是1尊像，100块匾也是1块匾。那不是雅，是套。碎片来历，方形压痕，仍入档不消，但暂任观形之用，非秘料药火，非惑众邪术。取香。中题：以雅平丝素木雕一小作，不得用丝带涂料，不得开木匣，不得取丝门义器。成品须经3重观形，肉眼观其形。灯影观其骨，水中倒影观其正。3者有一不合，今日复合不算过。歪线也敢叫线？先让他摆完。3重观形不是雕3件东西，一根骨线落在3处都不散。水仙不在你方才点的位置了，看见就好，别急。中题要公正，灯暗水晃，岂不误了苏匠人？顾大人，草民能不能请众人看一眼？此刻硬生生虚出1指宽的痕，不看目，看齿。这盆真挪了，方才水痕在这里，我看着的。灯边虚了，刚才火是稳的。观形法不怕灯，不怕水，怕的是有人把宫灯宫水悄悄换成私心的吃。谁让你添的油？谁许你动盆？书意记入复核案，2人退至堂外，不得再进案3步。灯归原位，水归原线。不用重置计时，香是公详，误了便是误了。草民只求灯归原位，水归原线。先验第1重，肉眼观形。坚压着，警却不塌，肉眼这关像是活了。灯影也成了，不是怪力，是边线叠出来的。还有水影，3重观形，有一不合便不算过。歪了，水里还是歪。你看见差在哪里？修尖，墙上那道背会塌；修井，肉眼这口回手会僵。若动眼线，水里或许能正。木像这口将说未出的气就断了。剩余时间只够最后3刀，还看香可不会等你。够了。水影插在井侧，他去削尖，这不是乱刀是什么？不，他不是修井。赵先生也要替他说话。水里偏的不是一条颈线，是整个人的势没压住，肩背浮，颈就飘。他这一刀是改中轴。书立记：第1刀改肩背支点。墙上的人更像了。灯影成了又如何？水影仍差最后一线。水不照木本身，照的是木在水里的反噬。肉眼要猎人，
灯下要留影，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水里要藏信。水动了，偏了。这不就是咱们这些补救粮的人吗？三重阶成，意境不是遮住看不清，而是看得越清，心里越疼。中提三重观刑成立，观刑法入当，另起一卷。苏墨降级未明，师承未清，透明观刑器物来历待何？大雅集附会，携此器物验看。大人按规矩办，苏墨也按手艺走。技法我替你入当，身份我不能替你遮。成了，三重观形成了，雅平司亲笔入当。苏师傅，观刑法还讲不讲？还能不能再听一场？府城回文比我想的还快，不是寻常赴宴，是带问询权限的人。云恩派这次来的不是小将，他做过府城平席。沈清雅若说一件作品俗，半个府城都要跟着掂量。问义我带刀，问疾我不鞭。冯小七，依京中令，第一题毕，同受第一问。何师承？无谱系者，即再起，也难入政策。题可比，问可问，未比先处，不合经令。第一题先行。无一山而使人知山雨，无一江而使人觉雾起。此为无形。你观刑入当，可今日不许你借人形，不许迹象，不得雕完整人物，不以五官姿态依这取胜。肃穆既给，亦不得另换。苏匠人若无形可观，又凭什么观刑？他问的不是你能不能克风，是问你离了人形还剩什么？指心散，墨色符，装订孔位不循观测旧法，自行偏瘦，形格不合江南司将谱前例，尺迹亦与大庸通用尺度不合。此等测验，或出意欲降级，或为乱涂杂抄。苏墨，你继承家传19代，便该说清楚，苏氏何州何府何年入册？既相连，便不能含糊。无籍无谱无汇宝，却入百将争雅正席。他们不是要你说书从哪儿来，是要你亲口认自己不属大庸将头。此经纸墨，包定尺迹，却不合大庸常事。你认了？我认他不合常事，不认他是伪造。乱涂诗集，孤本残缺，印信不全，这是苏氏之困。可若只凭纸墨一处，便断一门手艺为假，那大庸雅平验的是匠，还是验庄丁？观测之根何在？根在刀下，根在木上，根在方才那些学徒手里练出来的蟹利口和指裂算。第3轮附加实验，以心入将，题为“故人未归，无生之魂”。若只雕一张脸，便不是此题；若只雕一滴泪，也不是此题。雅魂不是市井看客的哭声。雪渡无归舟，庭中无人，岸边无人，舟里也无人。可越无人，越让人觉得有人在那里站过、等过、等过、走失过。苏墨，你先前那件空窗偏灯已经用过等待之意，如今沈先生亲自定题，你若再用旧法，怕是说不过去。我先以刀答题，在你答题前，老夫也该让你看一眼雅统高处，并非只靠资历压人。旧门灯盏，空灯，
残婉欲痕。你写灶火未冷，门灯未灭，碗未收，凳未挪。你把等待刻在最寻常处，让观者自己把心里缺的那个人补上。此非云文之路，却可为雅之一脉新道。苏氏木雕，万家灯下未归人。以旧门灯盏空凳残碗与痕成意，其形虽取凡俗，其意能入人心。具入党复合资格。观行之法，经学徒冯小七及堂中匠人复现，可传可验，非密众取巧。以心入匠，虽非大庸旧式云文体系，然可列新道案句，入百匠争雅复辙序列。唯苏轼师承一卷未清，不得直入政策，地方不得先避，不得以协济护众之名善尽其可验之法。规矩不可废，心计亦不可盲压。此凭老夫愿作证。京中雅办照苏墨协作品残经旧器入京面呈。苏轼尚未入政策，师承一卷未清，讲习之事是否该暂缓？别让箱子里渗。